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接近道吗？那就是婴儿。什么样的人灵性最高呢？答案也是婴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婴儿刚来到人世间，他是没有记忆的，也就是说，他就像一张洁白无瑕，还没有被乱写乱画过的白纸，也就是空。空代表着能接受宇宙万物的信息，也只有空才能获得更高维度的信息，所以它能看到并接收到我们成年人所看不到也接收不到的高维空间的信息。其实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是带有灵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的灵迹也被封锁了，也就是这张白纸被随意的乱写乱画给填满了，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空白，这张纸上的涂鸦就形成了我们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它是被封闭的，因为它已经被涂鸦填满了，没有了空白。如果我们再想写进新的东西，那就得擦掉旧的笔记，不然新的东西写不进来。所以我们应该学会给自己留白，时常给大脑清理旧的垃圾，这样你才能释放出更多的空间来接收新的信息。亲爱的天选之人，请在此停留片刻。只有身负特殊使命的人才能接收到这条高维信息，一定要认真聆听，这可能是你离天机最近的一次指引。请点击点赞与保存，叠加一下能量，接受宇宙的指引，告诉你一个宇宙的秘密。灵性越高的人越容易觉醒和开悟，因为灵性是我们乃至宇宙万物内在的智慧之源，灵性是宇宙意识的体现，同时它也是一种高级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提供强大的综合性力量，例如智慧之力、灵魂之力等，都是由灵性能量所提供的。灵性高的人，老天会给暗示。灵性高的人有一种敏锐的感知能力，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身心灵的变化，能够用心灵去理解世界的本质，并从中领悟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人能够通过自我的修炼和心灵启迪，使自己越来越接近心中有理，身处和谐的境界。当灵性高的人面临困境或者迷失自己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指引，这就是老天给他们的暗示。一些灵性高的人通过梦境、直觉、灵光一现、偶然的巧合等形式接收到老天的暗示，并从中获得指引，找到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比如，当一个人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陷入迷茫，无从下手。当他开始沉淀心灵，提升自我修养，灵性就会逐渐升华。他会感受到身边的种种可能性，同时也会得到一些奇妙的暗示，比如一份招聘信息正好符合自己的条件，或者是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这些都是老天给他的暗示。当你修炼到灵性很高的时候，人能够接受老天的暗示。灵性高的人天生就不属于低阶世界，因为认知决定了阶层。灵性高的人不会允许自己一直处在底层的环境中，他们有觉悟，也有这个能力进入高阶世界。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灵性高的人？就是内在能量高，符合天道品质的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干净、纯粹、善良，给别人的感觉就像个孩子一样。这样的人内心丰盈，有气质，有涵养，喜欢给予而不是索取，喜欢简单，不喜欢混杂，为人宽容，绝不狭隘，会舍弃，不纠结，懂得给人生做减法。因为内在充实，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孤独，反而会特别享受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不断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滋养自己，能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本质具足。那又为什么说灵性高的人不属于低阶世界呢？因为灵性高的人都很敏感，让他们长时间待在能量场浑浊的底层环境中，他们会疯掉。强烈的精神洁癖会促使他们厌恶当下的处境，所以这样的人一定要努力向上走。要晓得你们本身就有这个能力，而且很容易悟出一些道理。敏锐的感知力和强大的学习能力是你们与生俱来，千万不要浪费了这个天赋。但凡你利用好自己的灵性和敏感，就一定会往上走，去接触更多更高层次的人事物。那么你的眼界和格局都会有巨大的改变，会开发出更多的潜能，从而拥有更大的价值。底层的世界只会给灵性高的人带来痛苦，因为底层的生存法则往往会击穿他们善良纯真的底线。他们无私的爱和包容很可能会被底层的污浊能量践踏，这是他们打死都不能接受的。被困在这样的环境里，就只会内耗，所以必须要下决心做出改变。灵性高的人本就属于高阶世界，认清这一点，用好自己的天赋，你的人生就会大不一样。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知道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灵性呢？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灵性频率高的人10大特征，看一下你的灵性在哪一个程度，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第一个，很容易从小事中悟出人生的道理和宇宙的信息，保持着一颗童真的心。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成熟，是道理明白了很多，不陷入一些小观点和小是非之中，还能够返璞归真，看破人间百态的平静感。第二个，他们有异于常人的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往往和世间人的认知是相反的，也不被身边的人所理解，更多的选择独处。就算认知有差异，但他们还是用大爱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这就是众生颠倒，颠倒众生，顺着凡，逆着仙，只在其中颠倒颠。第三，在感情方面往往是不顺的，这也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亲人的观念有所不同导致的。他们可以包容亲人和自己的矛盾，但是也不会去轻易改变自己的认知。往往世人好度，但是唯有亲人难度，因为亲人和自己的纠缠实在是太大了。亲人有亲人的角色放不下，是和他们不对等的关系，更不容易去听从他们的想法。
感情方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历练。第四，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在后天的环境中很难以改变，也不会受到一些特别的成功学所污染，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来获取钱财，对万事万物都有同理心和大爱。第五，内心藏着远大的志向和使命，他们不会和一般人提起，就算偶尔提起，即使被人们所嘲笑，也会坚定不移。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心中的世界，放下世人都抓住不放的大多数人追求的东西，在他们这里没有任何意义。第六，名利看得很淡，更加注重精神富足。他们明白，名利最终带来的还是精神上的满足，但精神上的满足不单单只靠名利。要是只注重名利，忘记了名利带来的作用，就陷入了名利的陷阱。他们可以不靠名利就能活得非常的自在。他们明白富足的名利生活是之前体验过的剧本，这次来是为了体验不同的缘。第七，比较早的就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做自己天赋之类的事情。天赋外的事情做不好也不会自责，更不会去挑战自己的短板，道法自然，顺势而为，顺天赋而为。第八，对神秘学非常的感兴趣，希望探知宇宙的真相，喜欢研究玄学，而且很容易看懂。这种懂了是好几世累积下来的。还喜欢夜晚降临的时候静静地观察星空，有缘分的还能看见很多星空中的异象。第九，喜欢清心寡欲的生活，能够轻松地摆脱很多不必要的诱惑。他们能在这种平淡中感受到喜悦，喜欢大自然，喜欢田园生活，一切从简，是在家里做减法的人。第十，他们经历过一些绝望的事情，曾经被打入深渊，突然间的顿悟，坚强地爬了起来，反而对这个世界更加的热爱，内心更加的豁达，更加的愿意把自己的心得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们。具有以上特征的人，只要你仔细的观察，你会感觉到比以前多了不少，特别是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当中会出现不少。他们都是被派来引导人类脱离痛苦的。若你有幸遇到这样的人，不妨静下来，放下你的偏见，和他们好好的交流。他们就是迷茫的人们经历磨难才能取得的真经。那么你现在处于哪一个阶段呢？请在评论区打出来。灵性高的人多数都是高敏感体质，若不修行守护自己的能量场，很容易被各种情绪攻陷。其实灵性高的人大多是高敏感体质，如对声音、气味、光线、食物，尤其是别人身上的阴性事物异常敏感，如拥挤的人群、强烈的气味，都有可能会让他们不舒服。而这样的人往往都会感知到自己所在地方磁场太差，乃至会出现头疼、胸闷等现象。确切地说，这一类人的缺点大都非常明显，
有些人甚至会出现严重的精神内耗，或者同情心泛滥过头。言外之意，在现实生活当中，灵性高的人过得并不太好，甚至不合群，以至于显得很另类，甚至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灵性高的人才更需要修心。进一步地说，灵性高的人之所以更需要修心，至少有以下3个原因。一，灵性高的人更敏感于自己内在的波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说，灵性越高的人，对于情绪的感知就会更加细腻，以至于对于周围的能量更加敏感。这种敏感的特质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外界噪音的干扰。而修心则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内在中心，并从中学会观察和平衡自己的情绪，避免或过滤掉外界的干扰。这就是他们更需要修心的原因之一。二，灵性高的人更加关注自我成长和心灵的提升。事实上，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灵性高的人对于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往往都有着更深入的思考，追求更高的境界和更深层次的体验。而修心正是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方向和力量的关键。修心可以帮助他们清除内心的杂念，净化心灵的污垢，使他们更容易接触到内在的智慧和灵感。通过修心，他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自我。事实上，修心也是灵性高的人与更高层次的存在联系的桥梁。这一灵性高的人为什么更需要修行的另一个原因。三，修心也是灵性高的人实现自我觉醒和转化的关键。所谓人生得意义，就个人来说，就是以搞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为前提。自我觉醒实际上亦是实现人生意义的前提。言外之意，灵性高的人常常追求觉醒和解脱，希望超越自我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而修心可以帮助他们清除内心的障碍和负面信念，解开心灵的枷锁，从而更加自由地展开内在的觉醒之旅。通过修心，他们可以超越个人身份和认同，连接到更广阔的自我，故而修心将为他们提供实现自我觉醒和转化的内在工具和支持。所以，以上的这些内容，其实正是我们为什么讲灵性高的人更需要修心的真正原因。当然，无论灵性高的人处于何种状态，修心都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修行之道。修心既是开启心灵的钥匙，也是达到更高层次觉醒的方式。灵性高的人常常会面临更多的内在挑战和外在干扰，因此他们需要通过修心来守护自己的能量场。以下是高灵性群体如何通过修行守护自己的能量的10条法则。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激活封印，解封灵性，并更好地实现自我觉醒和转化。一，身体是能量的容器，学会给自己的身体扩容，特别是守护好自己的生殖轮，那是你能量的源泉，不要禁锢压抑它。
也不要随意消耗在不值得的地方。2，学着让欲望保持纯粹，不与任何外物产生固化的连接，不生执念，允许自己有欲望，也允许自己得不到这个欲望。3，执念生于匮乏，免于匮乏，方有自由。万事不追求满足，追求不匮乏。4，多和同频的人在一起交流，如果可能，尽量不要向下交流。5，竭尽所能地坦诚内心所想，有些话说得越多，能量就越差，你不必讨好任何人。6，反者道之动，你喜欢的人身上一定有你不圆满的部分，去做他做过的事，去走他走过的路。7，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环境和让自己开心的活动，让他们成为你固定的充电桩。8，远离持续消耗自己的环境和人群，它能给你带来的利益远远小于它从你身上拿走的更宝贵的东西。9，远离负面信息，例如戾气、争辩、色情、擦边、攀比、炫耀、负面社会新闻等等的矩阵，独立守神。10，找到自己做起来事半功倍的事，那就是你的天赋使命所在。当你走在道上，道就养你了。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守护我的灵性。愿你能够清理旧的垃圾，释放出更多的空间来接收新的信息。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